1988年，游戏开发者大会上的一款名为《汽车战争》的战斗驾驶类游戏引起了业界热议。美国游戏设计师 Steven Jackson 宣称，这款改编自同名桌游的 3D 游戏采用了真实汽车数据与驾驶物理模拟，路面的纹理起伏都源自现实高速公路的物理特征，而游戏里的每一次转向、加速与轮胎摩擦都是用真实数据精确建模的。听起来已经相当厉害了，而且是在当时计算机图形技术尚不完全发达的时候，就能做出如此逼真的模拟效果，可以说是相当的了不起了。可出人意料的是，游戏在内测阶段才发现，只有专业的赛车手才勉强达到预期的驾驶速度，普通玩家根本跑不起来。这对于一个战斗驾驶类的游戏来说，那就是致命缺陷呢。所以这款 3D 版的电脑游戏最后并未发行，后来以延续同名桌游的形式继续推出。由此可见过度真实的模拟并不会让游戏因此变得更好玩，它俩之间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那么问题来了，对于一款游戏而言，什么样的模拟才算是刚刚好呢？此外，除了再现现实世界的客观现象之外，游戏中的模拟与好玩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理解呢？那么今天呢，我会从3大机制和游戏景观4个方面来聊聊《天国2》的中世纪世界是如何被模拟的，以及它是怎么做到在真实和好玩之间的完美平衡。不过这期内容不会涉及什么模拟技术，也没有令人头晕的专业名词，我会尽可能简单通俗的把东西讲清楚，所以还请大家放心使用。那么首先就得说说玩家在游戏里可能最早接触到的耐力与饥饿系统。在游戏里，我们控制的主角亨利的耐力会在战斗或者快速奔跑时被消耗掉，但也可以通过休息来快速恢复，而且也不能长时间不睡觉，否则就会出现和饥饿一样的眼皮打架、头晕目眩的负面状态。当然，体力和耐力一样，都可以通过睡觉和休息来补充恢复，而饥饿就需要经常吃东西来恢复能量了。如果大家能够跳出玩家视角，稍微琢磨，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我们控制的亨利并不需要真的劈柴点火、起锅烧油、加工食材、研究菜谱来做出食物，在吃东西的时候也没有品尝、咀嚼、排泄等生理细节。游戏只是模拟了烹饪、熏制、吃掉这些关键行为和动作，比如用一段过场动画来模拟烹饪过程。吃东西大多时候只有一个简单动作和音效。又比如玩家在睡觉的时候并不会在夜里太冷被冻醒，身上起鸡皮疙瘩、拉肚子等生理反应，而只有睡觉的动作提示和躺下的过场动画来表现睡觉的过程，而整个睡眠过程只是被一个游戏的钟表一带而过。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律？游戏只是模拟了睡觉、吃东西等最能表现生存体验的属性和状态，几乎去掉了所有其他无关的特征模拟。这些对核心特征的有选择性的模拟，以及开篇内失败的游戏案例，都在告诉我们，游戏模拟并不是真实还原现实世界，而是通过严谨的筛选和抽象，只保留最能表达体验本质的核心特征，让玩家的游戏体验聚焦于游戏本身的可玩性，而不会被现实的复杂性和操作的复杂度折腾到崩溃。仔细想想，确实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那么游戏为啥要模拟亨利吃饭和睡觉呢？不模拟不行吗？其实不是不行，大伙儿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不模拟吃饭和睡觉，你还会拥有那种在中世纪底层生存和挣扎的体会吗？你还会有那种和主角亨利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绑定吗？你可能就不会体验到夜里被库曼兵打得遍体鳞伤，却找不到草药师，又不敢在黑夜里冒险赶路，只能在营地里硬撑到天亮的那种窘迫和焦灼，或者好不容易找到一处窝棚，刚睡下不久就被强制叫醒赶出去的那种身世浮沉的飘零感。你也许也无法体会到食不果腹、饥肠辘辘、饿得都快要昏过去的时候，你只能去想尽一切办法搞到吃的，哪怕冒着偷窃被抓的风险，也要赌一把的
那种道德与生存互相博弈的内心挣扎。吃饭和睡觉这些看似麻烦的模拟设定，实际上是在宏观上构成了整个游戏玩法的行为逻辑闭环。饿了就得吃，困了就得睡，穷的没饭吃就得去偷去抢，哪怕内心再怎么拧巴也得硬着头皮上。每个选择和行为的背后都有真实的动机和后果，一切的选择都在考验你，在这样一个兵荒马乱的世界里，你要怎么活下去？那这么一分析，游戏模拟吃饭和睡觉，是不是也让游戏变得更沉浸、更好玩了呢？如果玩家在游戏里偷食物或者做其他坏事，就要涉及到游戏里的名誉系统了。在现实社会中，一个人的名誉与社会地位，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它不仅涉及不同的社会阶层与人际网络，还与法律、舆论、个人成就乃至人情世故等诸多因素紧密交织。在游戏中，只是选取了最核心的声誉和刑法来分别模拟现实中复杂的道德和法律体系。如果玩家的亨利选择偷窃来获取食物，又不小心被发现了的话，就会触发周围人的一系列反应。被偷村民可能就会报警，喊守卫过来抓你，或者和其他仆人一起与你对峙。即便事后村民都会对你感到厌恶和提防，甚至不愿意和你说话。偷窃的行为本身看上去是一种获得食物或财富的捷径，但同时也伴随着被举报和惩罚的风险后果。即便你只是闯入没拿任何东西，村民也会推断你就是小偷，如果丢了东西就会怪罪于你。游戏对周围人反应的模拟，让玩家的偷盗行为本身具有了生动真实的游戏反馈。它让玩家感知到自己并不能小偷小摸就轻松获得食物，极有可能会成为某个地区名声败坏的小偷，或者屡屡偷盗，最后成为那个被推上处刑台的悲催家伙。那么反过来，如果你的亨利乐善好施，帮助村民消灭抢劫财物的强盗团伙，既获得了村民的5星好评，还攒了一身硬装备，名利双收。或者你只是在和店铺商人卖东西的时候多送了几件物品，也会换来商人好感度的提升和下次购买的优惠折扣。名誉系统的模拟在这里又成为了一种隐形的认知工具，说白了就是帮助玩家潜移默化地理解游戏世界的规则如何运转。你的任何行为或好或坏，都会对你的游戏故事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后果。偷盗看似捷径，可游戏世界却也有一套自己的法律和道德来约束你的行为。作为一种隐形的认知工具，它不会教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让你学会怎么想。是选择做一名臭名昭著的小偷或强盗，靠掠夺他人的财物来苟且度日，还是成为一个惩恶扬善的英雄，在美名远扬的同时，也收获意想不到的财富和技能，全凭玩家自己抉择。当然，除了名誉系统之外，游戏的战斗系统也是核心玩法模拟之一。在战斗模式中，玩家不再是像其他动作游戏那样简单按个按钮就会自动触发各种长短攻击的华丽招式，取而代之的是玩家需要自己决定在5个不同方向找准时机对对手发起攻击，甚至还有连招、大师反等进阶大招，同时再配合耐力格挡，在不断攻击和防御中寻找对方弱点。当然，这里游戏也是对现实刀剑搏击活动进行了小心翼翼的抽象，只保留核心的5项攻击、连招、防御、耐力变化等关键属性，去掉了现实中更为复杂的肌肉记忆、快速反应、节奏、重心配合等复杂细节，让玩家始终专注于核心玩法体验。同时，这也是游戏在着力表达和凸显中世纪的战斗并非充满幻想般的华丽动作，而更可能是一场充满混乱、恐惧、血鱼类的拼命搏杀。你看，经过精心抽象和筛选后的名誉和战斗系统，反而让游戏的体验更聚焦、更耐玩，还让人体会到了某些更深层的意义。当然，游戏里除了机制玩法的抽象模拟，还有基于真实史料和学术基础的人文与自然景观的具象模拟。无论是栩栩如生的中世纪城镇和乡村，还是建筑内部的场景陈设和布置，
都是制作组在对中世纪历史资料的严谨研究后的模拟再现。不管是贵族富商家里的陶瓷火炉，还是分散在乡野之中的和解十字架，甚至那段隐藏在密林深处的输水管道，游戏里几乎所有的人造物都具有真实的历史背景和出处。这不仅使玩家在游戏中一点点走进捷克的人文历史，也仿佛让我们跨越时空，踏入那片中世纪的波西米亚大地，与尘封的历史不期相逢。虽然客观来讲，场景部分与玩家的实际交互有所减弱，但这些空间依然是承载游戏世界的背景舞台，同时也是为事件赋予情感与象征的语境。喧闹繁华的古登堡不仅为整部游戏的高潮提供了角色演绎的舞台，也通过那份喧嚣与繁华再现并刻画出在那个烽烟四起的中世纪波西米亚王国中，权力斗争与阶层矛盾交织的众生百态。而那犹如田园般优美的自然景观，大到山川河流、森林湖泊，小到兔子麋鹿、野猪灰狼的动物生态链，都被细致地复原到游戏世界中。它们并不仅仅是用来装点画面的风景，而是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昼夜交替，生命更迭，万物在各自的轨道上周而复始。玩家在其中狩猎、探索、迷路、受伤，也在无意间体验到人类与自然之间微妙的共存与平衡。那种沉浸感不只是来自画面的细腻，更在于玩家在四处人文与自然的律动中，逐渐放下旁观者的立场，俨然成为这世界运转的一部分。所以，游戏模拟的最高境界不是完全还原现实，而是让虚构世界在玩家的感知中变得合理，获得意义。反之，过度真实的模拟就可能会导致意义的断裂，游戏反而变得不好玩了。毕竟，游戏做出来就是让人玩的，不是做科学研究，更不是风光模拟器。否则，俄罗斯方块也能让人玩出沉浸感，又该如何解释呢？当然，与天国2相比，GTA 系列不管在任务设计、节奏掌控，还是开放世界的互动性上，作为业界标杆和大部分玩家心中神作的地位，短期内也许依然无法撼动。但较早的一则关于 GTA 6的传闻，游戏里所有房间都可以进入，这让我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当游戏的真实无限逼近现实，游戏的玩法和玩家的注意力是否也会逐渐失焦？当每扇门都能打开，每个房间都有故事，这种极致还原到底是在拓展玩家的游玩体验，还是在稀释玩法的意义空间？那么你觉得这是一次游戏技术的突破，还是一场过度真实的冒险？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评论互动，留下你的独特见解。当然，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哦。我是 Gavin，我们下期见。